那我就再祝你早点死吧，到时候你的财产就都是我的。我命令你凑钱给我跟小丽换一套大点的房子。可是这房子早晚都归我呀，你们又没有别的孩子，我们这房子卖了捐了，这个钱我也不会给。是不是因为你在外面有了私生子，所以才不愿意给我，想把资产留着给你的私生子？干嘛去？爸他病了，我得去给他拿药。不许去！除非把银行卡跟房本交出来。这老家伙果然没有骗我，银行卡和房本都在这儿。我家刚入室抢劫了，房子和银行卡都被抢走了。张大强属地对吧？我们接到立案诉求，你们二位现在因涉嫌一起入室抢劫案件。不是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，这二位可是我爸妈。他们要是报案，就说明他们不要你了，到时候谁给他们养老啊？妈，你把车子、房子要回去，这不是让你的外孙女流落街头吗？我是他的女儿，他让我去坐牢，不顾自己父亲的生命安危，来威胁我，让我交出房本和银行卡。若是这样的女婿和女儿都值得帮衬的话，那我祝你们也有这样的后代。判决很快下来了，张达强主犯被判了10年，徐丽罪责相对较轻，被判了7年。每天都会来我家门口下跪，求我和老伴儿原谅。但至于要不要原谅他，我还没有想好，毕竟只有时间才能考。妈，你落地了，跟我说一声。小丽终于懂事儿了，也不枉我抛弃老伴儿去照顾她和孩子。喂，达强，喂，妈，小丽是不是给了你2万块钱呢？难道这不是他们夫妻俩商量好的吗？啊，是，应该是他偷偷塞我包里的，我现在才看到。原来是你呀！我跟小丽商量好了，这2万块钱就是意思意思。哎，你怎么能真收呢？什么叫意思意思？听不明白吗？就是做做样子。我们现在正在养小孩，花销很大的，2万块钱够我们全家吃3、4个月了。你怎么好意思收的呀？我是小丽的亲妈。亲妈又怎么样啊？亲妈不是更应该为自己的女儿着想吗？你2万块钱说收就收，你也不怕花了钱进医院你？这还是我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的女婿吗？他怎么可以因为2万块钱就咒我进医院？这2万块钱他既然给了我，我就全当他孝敬我。你要是不满意，就给我憋着，有本事让他亲自来跟我要。他要是敢张这个口，我非打断他的腿不可。你就是想不劳而获。哎，你这么做跟吸女儿的血有什么区别呀？做了亏心事，你不怕遭报应？我告诉你啊，这钱你敢花1分钱，天打雷劈，你万人唾弃，赶紧把钱还回来。你要是不还回来，过2天我就上你家闹，我让你左邻右舍都知道你年纪轻轻无私进取，指望女儿给你养老。行，那你来呀，正好让大家伙都评评理。我有一个做女婿的，要紧丈母娘的2万块钱还有要回去的道理。臭小子，竟然敢挂我电话，真是没教养！喂，妈，我给你发的录音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我听到了。那你怎么想啊？妈，您先别生气，我这会儿在忙呢，您等我回去问清楚再回给你行吗？行，最好快点问问。回来了。不高兴啊？
我和老伴儿是双职工，就艾丽这么一个独生女，供她上大学毕业后又给她操办婚礼。她跟张达强是同学，5年多的感情了，彩礼1分没要。我们体谅男方不易，房子和车都置办好，还托关系给张达强找了国企的工作。大强，哎呀，吵死了！哎呀，丽丽，怎么了？又难受了？妈给你按按啊。结婚2年后，女儿怀孕了。张达强老家是农村的，他说他的父母放心不下老家的那些鸡鸭猪犬，所以只能麻烦我去照顾徐丽月子。这一去就是3年，平时买菜花销什么的都是我在贴补。直到外孙女3岁，上了幼儿园，女儿跟我商量，说她下班后能接孩子，让我回老家去。妈，我不是有意要赶你回老家的，是那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下班之后可以接她放学的。好，我精心养护了她28年，以为她开始懂得孝顺父母，还偷偷塞给我2万块钱，没想到却被女婿指着鼻子骂我吸女儿的血。区2万块钱，甚至还不够我补贴他们的零头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妈，达强之前骂你是他不对，不过之前也是我考虑迁州，达强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考虑嘛。你看，毕竟我们俩工资不高，囡现在还在上幼儿园，花销很大的嘛。所以你能不能体谅一下，先把那2万块钱还回来，让达强消消气，就当是为我考虑一下。妈，怎么生了你这么一块叉烧？退休金到账1万元。之前徐丽孕晚期没上班，跟我哭诉手心向上的日子不好，我心疼她，就把工资卡给了她，所以现在花着我的钱，还想让我把那2万块钱还回去。哼，当我是傻子吗？自己挣钱自己花去。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？我在你们银行有一张工资卡丢了，你暂时帮我冻结一下，然后再补办一张新的。好的。新卡补好后，原卡就作废了。大姐，看看我们家虾吧，个顶个的肥呀！这怎么卖的？不贵，80一斤。吃下，我给你加一个。妈，我们吃好了，吃饭。大姐，给我来3斤，挑你们家最肥的。哎，好嘞。慢走啊！哟，去了趟大城市，回来还学奢侈啊？不行吗？谁说不行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让你对自己好一点，你总算是开窍了。喂，妈，你那张卡怎么用不了了？我刚准备给达强买件体面的西装，你是不是把卡给冻结了？对，我补办了一张新卡。 对，我补办了一张新卡。 妈，
妈，你是不是还在生达强气啊？我跟你说，他这个人啊，就是嘴上不饶人，其实心里非常感谢你对咱们这个小家的付出的。你不知道我们这些年轻人压力有多大，方方面面都得省着点钱，不然怎么攒钱啊？妈，您刚退休，不懂我们年轻人的难处，我能理解你啊。你能不能不要再生达强的气了？我不懂他们的难处，那我这段时间的付出都为了狗了吗？我当年顶着压力四处谋生的时候，可没人这么帮衬我。医生说我有高血压，不能情绪激动，容易中风。滚吧！我没你这吃里扒外的女儿。在城市中漂泊，我的心为爱颤。好啊，老不死的，拿我2万块钱就算了，还把卡给我停了。我看呀，你就是不想让你女儿跟我好过，老了，开始作妖了。我要把我爸妈接到深圳来享福，我命令你凑钱给我跟小丽换一套大点的房子，否则呀，别想让我跟小丽认你，别想让我跟小丽认你。你真是左脸皮撕给右脸皮，一边没脸皮一边脸皮厚。你是不是脑细胞集体冬眠了？让我给你出钱买大房子，我出钱给你买块墓地，你要不要啊？你接你爸妈去享福，你靠自己的本事啊！你啃老算什么？还有，我要你2万块钱怎么了？我照顾你们一家3口，那请个保姆也不是这么多钱吧？你有本事在这跟我狗叫，不如好好学习学习怎么孝敬长辈吧。爽了。哟，哎呀，这之前不是老夸你女婿多么好，多么孝顺？哎，我们刚刚在音响里可听到了啊，这怎么刚从女儿女婿家回来就翻脸了？当初我就说呀，让你多生一个，总有一个孝顺的。怎么着来着？那我说准了不是？你不是生了3个吗？那也没见着你家那3个对你有多孝顺呀。哎，听说你们家老二前几天带丈母娘旅行去了，你怎么没去啊？是天生不爱去吗？你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你干什么呢？电视台不是邀请你去开历史课堂讲座吗？我给你搭了套新衣服。呀，林老师啊，这次开讲座可是要面对摄像机的，准备的怎么样？都记下来了，肯定没问题。反响要是好的话，这每个月又多了一笔不菲的收入啊！我可得提前恭喜林老师了。哎呀。各位观众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第1期历史对话录。这位呢是我们的历史学家林淑林女士。哎呀，别拦我！我是来找我妈的，我是她女儿。让她出来，我有话要跟她说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家先休息5分钟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重新录。妈，
的吗？还知道你是我亲生女儿啊？没看我在录节目，你都不怕毁了我的工作，我给你留什么面子？录节目？这是你找的新工作呀？妈，在全国人民面前露脸，妈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要我说，这种场面还得是我妈才能撑得住，她阿姨他们就不行。少废话。妈，你这新工作应该赚不少钱吧？这林老师的女儿怎么张口闭口都是钱啊？要不是林老师承认了，我都不敢相信是他亲女儿。估计是来啃老的吧？这年头，年纪轻轻的不努力进取，这惦记着父母那点养老钱。妈，既然你现在有钱了，你看我想把那2万……滚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鬼主意呢，没时间跟你在这掰扯。妈，这么多人在呢，别这么凶嘛。你都不怕丢人，我怕什么？林老师，导演命催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了。你是自己滚，还是我请保安让你滚？行，那你先去忙，我出去等你。我们的节目继续录制。林女士，刚刚接着我们上一个话题说的是历史，中国的历史。我们最后又称它为武则天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第1期历史对话录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期再见。林老师，您说的太好了，我觉得我们这档节目肯定特别受欢迎。谢谢大家的喜欢，大家今天辛苦了。林老师，刚刚那个真的是您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见笑了。没有，年轻人啊比较任性，您回去劝劝就行了，别太生气。谢谢你的安慰，我呀不跟他计较了，你就不生气了。这样就对了，身体是最重要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妈，你走那么快干嘛呀？等等我嘛。妈，表现的怎么样啊？是不是通过了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妈，我没想说什么，我这不是替你高兴吗？妈，我这次回来还没有跟爸讲，你先别告诉他，等一会儿回去给他一个惊喜。你还是不要回去了，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，再当着你爸的面甩你一巴掌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哥哥不应该在外面捣乱，我这不是着急想跟你解释清楚吗？不用说什么了，回去吧。回哪儿去啊？我这不是到家了？回你和张达强的家呀。哎妈，你看你还在生气，我们可是亲母女啊，亲母女之间哪有隔夜仇？再说了，你刚刚泼我一声，你还没消气吗？妈，你看你现在也赚钱了，这衣服也脏了，不如咱们去商场再买套新的。我刚好在阿玛尼开中了套新衣服，不贵，才2万多。算计得明明白白的。这哪是要回来见他爸，这是变个法子，想从我这儿把那2万块钱要回去。还有，妈，我是您的亲女儿，你骂我就算了，你怎么能骂达强呢？他难道不该骂吗？妈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人家都说了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你跟我爸以后还指望着我跟达强养老呢，你这么做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不然呢？你骂人家你还有理啊？他不该骂吗？妈，事到如今你还说这样的话，这样，等一下回去你给达强打个电话道个歉，然后再把那2万块钱和工资卡给我一起带回去。这个就是被我精心养育了多年的女儿。还有，这衣服脏了，咱们赶紧去买一套回家吧。我上辈子是个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吗？这辈子要遭这样的报应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得什么癔症了？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？
妈，我这是为你着想，你真的以为我是为了您那点工资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和我爸就我这么个女儿，你和我爸以后的钱不都是我的吗？你现在这么跟我斤斤计较，小心以后我跟大强可不给你养老了。现在都这样，我们还指望你养老？你当我是什么24K 纯傻白甜吗？还有徐丽，但凡你去医院拍个 X 光，照照脑子，也不至于说出这样的话。啊，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难听？我说话难听，那张达强说话就不难听了吗？他对我说那些难听的话时候，你去哪儿了？现在跟我讲起道理，就算你是我和你爸的亲生女儿，你也别妄想用养老来威胁我，那都是我和你爸的钱，你想都别想。妈，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，还说这种小孩子气话？真是无药可救。妈，好，就算达强有错，我替他向您道歉，但是您就没错吗？您要是没错，达强他怎么可能骂你啊？他为什么骂我？你是一点都不过问是吗？我都替他向您道歉了，您还想怎么样？既然你这么向着他说话，那还回来找我们干什么？尽早跟我和你爸断绝关系算了。妈，你怎么跟自己的女儿这么小心眼儿呢？我都跟您说了，达强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考虑。难不成你真的像达强说的那样，刚退休就想吸自己女儿的血吗？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一个吃里扒外、纯文如珠的东西？心里话说出来是不是？我就知道，你打小就看不上我，觉得我不聪明。其实骨子里就重男轻女，觉得没有把我这是男孩子。他是这么跟你说的？是吗？我要是个男生，你至于跟我断绝关系吗？我重男轻女，我没听错吧？我是女生，你肯定二话不说就把钱给我了。至于我现在在这苦苦哀求你吗？拜托，你比我年轻，你挣钱的机会比我多。就算你脑子不好，人家公司不用你，保姆总费吧，那1个月也不少挣了，不至于你现在啃老。我要是真的重男轻女，我去医院产检的时候就把你打了。现在站在我面前这么跟我说话，因为你当初在医院把我打了，我也不愿意现在家人侮辱我。我打救护车。妈，对不起，我滚！丽丽，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，要不给你妈那2万块钱，咱要回来吧？我没事，谢谢。流了这么多血，怎么会没事？是啊，林老师，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我叫了救护车，等会儿就到了。哎呀，赶紧要！那2万块钱能不能先给我呀？大乔晚上不是聚会，明天的事。麻烦你去旁边的银行取2万块钱，密码是164273。林老师，谢谢啊。拿去，滚！
还想拿走我的钱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回家一趟，脸色这么难看，生气不了？没有，跟老公讲讲，怎么不开心了？我回来的时候不小心把妈推了一下，她受伤了，我觉得心里过不去。你又不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一点擦伤而已，妈平常身体那么健康啊，这次肯定没事的。这次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可能是这次回去啊，急了。坐下。阿强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当初跟你在一起就是图你对我好，不管以后日子怎么样，有你就够了。为了以后让你买东西方便，大房子。好啊，我知道你有我就够了，但是吧，我始终觉得对不住你。丽丽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爱一个人，时常感到对他亏欠。阿强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也爱你，可是咱们没钱，没钱换房子。找你爸妈要啊，他们肯定有存款啊。阿强，我们结婚的时候爸妈已经给了很多了，我觉得以后还是不要再问我爸妈要钱了吧。不找他们要，找谁要啊？这父母的钱不都应该留给儿女吗？可是我爸妈他们已经退休了，该养老了，我们拿他们的钱，他们花什么呀？他们不是有养老金吗？你放心，肯定够花。再说了，这老两口就你一个闺女，就算你不拿，以后这钱也是你的呀。再说了，我上班折腾点倒无所谓，我这不是怕委屈了你跟孩子吗？大强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让我想想。哦，这本来就是你的钱，你拿过来，这叫天经地义。他们老两口就你一个女儿，不留给你，留给谁呀？是不是？我觉得还是算了吧。大强，我们先将就一下，等以后有了钱，我们再换房子。丽丽，哎，丽丽。妈，你收拾一下东西，过2天进一趟城。林女士，您的伤口被缝了6针，后面不要吃辛辣的食物，还是要好好养身体。知道了，谢谢啊。你一个人在医院不太方便，需要我给你子女打个电话吗？我这伤口啊，就是被我那不孝的女儿弄的，我还嫌她伤我不够深，让她再来给我一刀吗？好好休息。我是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开开心心录节目去了吗？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还不是因为你。好了好了，都怪我不该陪老张去下棋。以后你出门，我都陪着你。嗯。我听外面护士说，你这一下缝了6针，这不是小事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还不是因为你。还不是因为你。算了，还是不要和他说了，他的血压比我还要高，听了只怕会比我更要气。就是在我录节目的时候，不小心撞在桌子上，
然后把花瓶撞倒了，不小心划伤了。你看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，不像年轻的时候，以后做什么事儿都得小心。知道了。节目录的怎么样？那自然是没问题啊，还和导演沟通了后面的录制细节问题呢。你看，我就说了没问题吧，你还自己担心呢。不过这节目还得录个好几期吧，你这身体能扛得住吗？估计得调整一段时间了。不过他们刚才给我打电话说，我可以休息几天。好，那下次我陪你一块儿去。你不怕无聊了？你都伤成这个样子了，我必须得陪你去啊！下次你在里面录节目，我在外面拿着水等着林老师打架。哎呀，说到这儿，这折腾了一上午，我还真有点口渴了。等着，我去给你打水啊。哼，老家伙，听说你进医院了，瞧，真让我给说中了。那我就再祝你早点死吧，到时候你的财产就都是我的了。这人的心肠怎么能这么狠毒啊？竟然咒自己的丈母娘死，这心肠是黑的吗？想要我的财产是吧？我偏不给，女儿我也不要了。有本事自己到我口袋里来抢！这一眨眼的功夫，谁又把你气成这个样子了？怎么了？自己看。老家伙，听说你进医院了，瞧，真让我给说中了。那我就再祝你早点死吧，到时候你的财产就都是我的了。真是大强发的？不是他还是谁啊？怎么这就受不了了？还有更过分的呢。2万块钱说收就收，你也不怕花了这钱你进医院？你就是想要不劳而获。你这样和吸女儿的血有什么区别？做了亏心事你也不怕遭报应？赶紧把钱退回来！你要是不退回来，过几天我就上门来闹，让你左邻右舍都知道你年纪轻轻你就不思进取，你等着女儿给你养老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前段时间我不是回来吗？丽丽塞给我2万块钱，我以为是她懂事了，知道孝顺咱们，没想到是人家2口子合起伙来试探咱们呢。以为我不会收这钱，没想到我收了，那人家就心疼了，想要回去呗。就为了这2万块钱？你可别小瞧这2万块钱，人家宝贝着呢，这花着我的钱，还说我吸女儿的血。哎，你说我的工资卡在他们那儿，到底是谁吸谁的血呀？记得你是去了趟银行。对，我又重新补办了一张工资卡，想花我的钱，门儿都没有。宝贝儿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那丽丽怎么说？她能怎么说呀？她今天来了，你猜怎么着？她对张达强骂我的事儿一字没提，反过来倒指责我的不是。臭小子这么骂我，我凭什么就得忍着？一点教养都没有，我不怕重新教他怎么做人。你以为他真的是这么说的？这不应该呀！他今天不仅指责我，还跑到我工作的地方撒野。你不是问我这伤怎么来的吗？就是被你那宝贝女儿推的。要你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呢，你转得我头晕。哎，这丽丽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？我哪知道啊！从小捧在手心里娇生惯养，怎么生出这么一个胳膊肘往外拐的白眼狼？小时候啊，她身子骨弱，容易生病。哪次不是你抱着她去的医院？那时你3天3夜没合眼。退休后，你好不容易开了家书店，生意还不错。赶上丽丽结婚，她那边打电话过来，让你去伺候月子，你二话不说，把书店都给关了。
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当初他刚到适婚的年龄，我们就给他配置了房子、车子。当初他刚到适婚的年龄，我们就给他配置了房子、车子。当时你还不同意他跟张大强在一起，还不是考虑他们在一起5年的感情不容易。我就是打死那个逆，也不让他和张达强一起联起手来气我。这个张大强太过分了，不感恩也就算了，连基本的教养都没有。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前些年你一直起早贪黑的给他们带孩子，他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我们真的是出钱出力又不讨好，一群白眼狼。爸，等妈气消了吧，我跟达强回家一趟。算了，不提了，提起来就生气。肚子饿了吧？我给你带了点吃的。这些可是楼下你最喜欢吃的那家饭店给你打包的。都说吃点好吃的，心情也会变好。宝贝儿，我想了想，还是跟你交个底。你说，现在所有的事情你都清楚了。张大强那么嚣张的骂我，徐丽问都不问，反倒来指责我的不是。你信不信？如果有一天张大强拿着刀子对着我，那刀子肯定是徐丽抵的。宝贝儿，你有话就直说吧。我们以前就是太惯着他们了，既然他们没心没肺，那就彻底断了干净。可是，毕竟丽丽是咱们的亲闺女。爸，等妈气消了吧，我跟达强回家一趟。是不是徐丽的电话？两个孩子说要回来，估计是知道自己做的太过分了，专门回来道歉。要不，咱们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刀子没划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疼痛会减半。既然老伴儿想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那我倒要看看他们把握不把握得住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，去买点东西。行，你去吧。林老师，听说前2天住院了，伤哪儿了？严重不？没事儿，我就是不小心蹭了一下胳膊。呀，你可别这么说，现在咱们都老胳膊老腿，不比年轻人，都住医院了，怎么会没事呢？你们以后呀，都得多注意，这年纪都大了，不比以前了。哎呦，我怎么听说啊，这伤是被自己家闺女给打的呀？按理说这丽丽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挺乖的呀，还动起手来了呢。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上次林老师不过呛了你2句，你还记上仇了？就是，上次也是你先起的头。哎，你不信啊？那让林老师自己说说，你这伤是怎么来的呀？要我说呀，咱给女儿女婿服个软就得了，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嘛。再者说了，咱做老的未来还不是得看小的脸色吗？狗才会看人脸色，狗才会看人脸色。你别得意，以后看你动不了了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那你可得好好活着，不然我怕你看不到那天。你。回来了呀，那老潘今天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是不是你家老大也带着丈母娘出去旅游，没带你，所以生气了？我们家老大可没去旅游。孩
孩子长大了就随他去吧，别生气了，过好自己的日子比啥都强。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？他怎么看上去更生气了？哎呀，你快坐下。哦，在电视台工作，哼，肯定不少赚钱。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找林叔，就台上那个。请问您是林老师的？我是他亲家母，你现在就把他给我叫出来。这三顾茅庐啊，是刘备求贤若渴、礼贤下士的诚意。他不是在乡下吗？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？没事儿，找人把他赶出去就行。咱们继续。哎，别碰我，别碰我啊！你们要么让我自己进去，要么让他出来，别在你那儿当蛇头乌龟。阿姨，我们在录节目，你有话好好说啊。录节目好啊，录节目那就能上电视了。来来来，镜头啊，都对准我啊！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问问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父母啊？趁着儿女不注意，直接把银行卡给拿走了。人家别人家的父母都是想方设法的不给女儿添堵，某些人可当好啊，这还能动了，哎，就开始积血了。怎么着，就是仗着自己年纪大，哎，就不管儿女的死活了吗？不知道人家还要过日子，还要养孩子吗？啊！哎，你给我放开，放开！哎呀！哎呀！好你个林叔啊，你个狼心狗肺的家伙！亏得之前我儿子对你那么好呀！啊，你前世都是个黑心肠啊！会把枪罚回来呀！阿姨，您不要这样，先起来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啊。对不起啊，我这黑心肠的东西把我儿子的钱都拿走了。原本我儿子这个月是要带我去看病的呀，钱都被他拿走了，我还怎么看病啊？你简直不是个人呐！大家都来看他呀，每天你呀。林老师，要不您先别过去，我们想想办法。不用。之前我就检查出了重病啊，那钱，那可是我的救命钱呐！他今天要是不给我钱，我就在这不走了呀！阿姨，您不要干扰我们的工作。那你让他下来不就好了吗？啊，我来就是找他的，我哪有耽误你们的工作吗？不然阿姨，这样您先坐到旁边等，这总可以了吧？我不要，我就在这等。这么多人看着你演猴戏，你舍得下来了，快把我的救命钱还给我吧！求求你了！救命钱？我看你在这好好的呀，哪生病了？我有病，我真的有病啊！这年头能承认自己有病的人可真不多了，难为你了。你今天要是不把钱吐出来，我就不走了。我让这么多人看看你的真面目。你的脸皮比城墙还厚，看得清吗？你说你是来要钱的，那你说说，你要的什么钱？废话，我当然是要我儿子的钱。那银行卡可是我的退休金。对呀，你的退休金不就是我儿子的钱吗？不给你们钱就来抢的，你眼皮可真够大。哎呦，大家都来看看，瞧瞧啊，这就是身为老师该说的话吗？啊，我儿子和我儿媳妇工作不容易啊，那孩子才3岁，这么不容易。你身为长辈，扶持一下，哎，怎么了？当初这俩孩子结婚的时候，房子、车子都是我们出的，没有要你1分财，孩子也是我们看着长。你说说，你这些年出了多少钱？张达强和徐丽都没资格找我要钱，你有什么资格找我要？
徐丽是我儿媳妇，她给我钱看病不是应该的吗？那你找她呀。你是她亲妈，你的钱都是她的，找你要不是应该的。这年头要钱都要得这么理直气壮，真是新鲜。怎么是亲生女儿就可以趴在父母身上吸血吗？算了，这种女儿不要也罢。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，赶紧离开演播厅，不然我就报警。我不走，你不给我钱，我今天就赖这儿了我。疼死我了！你竟然动手也！你就别装了，这到处都是监控。喂，警察同志，我这是演播厅，有人闹事儿，麻烦您来处理一下。你要是再不走，可真的要进去喝茶。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林老师，您真的报警了？我吓唬他的。林老师，您还是跟你女儿女婿打个电话吧，不然我担心您的人身安全。你信不信？即使我女儿知道了，她也会站在她婆婆那边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人傻，没办法。我妈这可都是为了你好。如果不是因为你妈把卡换了，我妈至于装病去追问吗？她原本打算直接把卡交给你的。她说了，这钱呢，还是握到自己手里比较好。我知道妈是为我好，但是她也不能去我老家呀。你这么说，可就伤了我妈的心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妈对你比对我这个亲儿子还要好。她现在放弃了老家的清闲日子，来到她不熟悉的大城市，就是为了帮你带孩子，能让你好好工作。我妈处处为你着想，到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。这件事确实是我妈不对，而且呀，我妈好像打探到了一个小道消息，爸好像有私生子，所以她才把钱紧紧的握着，为的呀就是留给他那个儿子，不留给你这个女儿。竟然会是这样！我现在去找我爸，我去找。哎，你别急呀，坐。既然决定回家了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妈，就这样。爸，开门。爸，这些都是我和达强给你二老带的一些水果。知道回来了。我跟达强不是工作太忙了，没能回来，现在放假了，就立刻赶回来了。之前给你打电话怎么打不通啊？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在开会呢，怎么接您电话呀？后来我想着等我忙完了再给您回过去，但是我又怕电话解释不清楚，我就跟达强合计着，还是见面解释清楚吧。哦，是啊，爸，前段时间的确走不开。对啊，爸，这其中有误会，但是误会解释清楚不就好了？在里面看电视呢。哎，我实话告诉你啊，你妈前2天差点气得晕过去。你要是来道歉呢，你一会儿就好好说啊。你妈她是嘴硬心软，你要是好好跟她解释，她会听进去的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这次回来就是道歉的。是道歉。进去吧。老伴儿，孩子们都来了，手里还提着东西呢，我看了都是你平时爱吃的。行，你们先聊着。我去看锅里的菜啊，今天来的刚好，有你爱吃的糖醋排骨。谢谢爸。妈，你还生气呢？妈，我这不是和达强过来给您道歉了吗？快去厨房帮爸。
知道我婆婆会突然找上门，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这说不定是你们一起计划好的吧？妈，你这么说可真是冤枉我了，达强也不知情。真的？哼，我不信，说不定是你们着急忙慌的把我赶回老家，就是为了给你婆婆腾位置吧。然后发现我不给钱了，你就着急了，你婆婆也着急了，就跑来跟我要钱。只要我不给钱，就说要毁了我的工作。只要我不给钱，就说要毁了我的工作。妈，没有的事儿，您别听别人挑拨离间。我这次跟达强回来，就是来跟你解释这件事情的。要是你不说，你婆婆怎么会知道我新工作的地方？只要你说实话，我兴许还能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也许是婆婆她自己打听的。我婆婆不是来过我们家嘛，认识路，碰到熟悉的阿姨也正常嘛。无药可救。妈，对不起啊，如果不是我不小心碰到你了，你就不会受伤了。现在伤都好了，你再说这些话还有什么用啊？现在伤都好了，你再说这些话还有什么用啊？我当时在气头上嘛，而且晚上达强急需用钱，所以就不得不救小妈。对，我只是流了点血嘛。你家达强可是等着钱续命呢。妈，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难听？嫌我说话难听你就走啊？你以为你在这儿我会给你什么好脸色吗？妈，我错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别生气了嘛，这事儿咱们就翻篇儿吧。吃饭喽！妈，吃饭了，走吧。你跟我妈还有多少层呢？妈，你多吃点这个。你才回来几天呀，这都瘦成这样了。大强，快去给咱妈妈吃饭。给妈，爸，这是你的。爸妈，达强有话要说。爸妈，上次呢是我做的不对，我不该那么跟妈说话。今天当着爸的面，我诚心诚意的向妈道歉。妈，这第2杯酒啊，我替丽丽向您道歉，她当时太急了，冲撞了您，让您受委屈了。这第3杯酒啊，是替我妈。她一个乡下来的人，一辈子没进过城，要是惹您不愉快了，我这个儿子替她受过。既然孩子都这么说了，老伴儿，怎么他道歉我就得听着，我就得接受啊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你什么意思呀？在长辈家里大呼小叫，没教养。大强，厨房还有一个菜没端上呢，你去帮我看着点啊。妈，我知道你心里这个劲儿还没过去，还生着我和达强的气呢。但是我们可是亲母女啊，亲母女之间哪有隔夜仇啊？老伴儿，你打算和孩子置一辈子的气儿？就是，而且我在家里已经狠狠教训过达强了，他也知道自己错了。知道自己错了就这个态度啊？那还不是因为您的态度，您要是好好讲话，达强他也不会这样说话的。行了，
都是自己人，我替你妈做个主，这个事情咱们算是过去了。谢谢爸，我就知道爸你最好了。我看你等会儿还笑得出来吗？不多，怎么了？怎么可能？你看这桌上又是虾又是蟹的，吃的比我还好，怎么可能会没有？以前傻呗，总想从嘴里省点儿。现在我跟你爸想明白了，这日子呀就得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做什么事情呀都不能亏待自己。你妈说的对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咱家这个房子应该值个200万吧？现在房价跌了，不值那么多钱了。即使降价了也没关系，我查过了，咱家这个地段怎么说也有个100万。不是你没事打听这个干嘛？是这样的吧，达钱他换工作了。是这样的吧，达钱他换工作了。好消息是，现在工资是之前2倍。坏消息是，离市中心太远了。这跟你查房价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还没听出来吗？要钱来了。虽然我现在也出来工作了，但是工资也没达强高啊。我们这个小家还是靠达强一个人撑起来的，所以我也想出把力。这房子和车子都是我们给你买的，他有什么负担？吃喝玩乐不需要花钱吗？而且我们在大城市，花销大很正常呀。为了达强，我想要换个新房子。我想要换个新房子。你手上不是没钱吗？你们有就够啦。没钱就别想着换房子了。那不行，爸。大城市多好呀！以后达强上班也方便，我出去买东西也方便，以后接送囡囡上学也省出很多时间啊。你工作又不在市中心。爸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做人不能太自私。难不成因为我自己工作问题就让达强将就吗？你是疯了吗？你知道你们平时花销大，怎么不知道平时节省一点？妈，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。人活着嘛，不就是为了生活质量吗？如果现在生活质量下降了，咱们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吗？人活着嘛，不就是为了生活质量吗？如果现在生活质量下降了，咱们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吗？我和你妈以前最困难的时候，一个馒头掰成2半，就是一顿饭，我们也这么过来了。你小的时候，我们家庭并不富裕。我和你妈，别了，爸，别说了，这都过去多少年了，现在哪还有年轻人这样的？你那衣服和包包不是值好几万吗？把它卖了也能换点钱呀。不行，妈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，凭什么卖？爸妈，你们能不能把这个房子卖了，让我跟达强住个新房子啊？把房子卖了，我跟你爸住哪儿啊？老家乡下不还是有个房子吗？你们可以搬到那里去住啊。老家的房子10来年没人住了，说塌就要塌的。翻修一下不就好了？钱你出啊？你们不还是有存款的吗？那些存款是我和你爸留着养老的。那退休金呢？你爸妈，小的时候不管我要什么东西，你们都会给我。即使没有长大，也会给我买其他的东西的。你长那么大了，你还有脸说这些啊？爸，虽然我现在长大了，不是小孩子了，但我还是你们的女儿，你们就再宠宠我吧。你死了这条心，房子的事情，你想都别想。可是这房子早晚都归我呀，你们又没有别的孩子，既然早晚都归我，还不如现在就给我。谁说这房子是你的了？妈，您别怪我说话难听，你们俩100年之后，这房子不就是我的？我们这房子卖了捐了，这个钱我也不会给你。爸，这个时候就别说气话了。
让我们把房子卖了也行，买的新房一半写我的名字，我和你爸一起搬过去，跟你们一起住。哎，那不行，我已经答应让我爸妈过来住了，你们再搬过去，那房子就不够住了。那这么说，你换大房子，想必你爸妈是出了不少钱吧？妈，你也知道，大强他父母是农村人，供大强上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大强给他们来接到大城市享福也是理所应当的嘛。照你的意思，我们很容易，我们就活该吃苦。你吼什么呀？人家现在养闺女，哪个不是娇生惯养的呀？我这次跟小丽过来，够低声下气了吧？啊，你们两个赚了那么多钱，补贴一下自己的闺女怎么了？天底下爱孩子的父母不都是这样吗？我看你们两个呀，就是自私。对，你们就是太自私了。我同事小丽也是独生女，她爸妈早就把资产过户给她了，现在过得老潇洒了。你们就甘心看自己的女儿受苦吗？现在囡囡也长大了，我们想给她好一点的生活也有错吗？她可是叫你们外公外婆的呀。尤其是你，爸，你不把资产过户给我，是不是因为你在外面有了私生子，所以才不愿意给我，想把资产留着给你的私生子？混账东西你！宝贝儿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哎，你看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啊，这老家伙这么激动，肯定是在外面有私生子了。我就知道会是这样。滚！我话没说完，我凭什么走？爸，你说清楚，你把钱给我，是不是因为在外面有了私生子？是不是像大雄说的那样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去给你拿药。干嘛去？你爸他病了，我得去给他拿药。去，除非把银行卡跟房本交出来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你让我去把药拿来让他吃了，我们再继续说。对，现在交出来，我现在就回屋给我爸拿药。药，我和银行卡就在床垫底下，你们去拿。宝贝儿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拿。老公，在这儿。这老家伙果然没有骗我们，银行卡和房本都在这儿。有了这笔钱，我就可以给你和奶奶换大房子了。老公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那必须的，这全天下呀，只有我对你最好。走。快坐。怎么样了？啊？不错了。刚才吓死我了。早点拿出来，不就没这事儿了？就是啊，爸，你早点拿出来，我也不至于怀疑你有私生子。既然东西拿到了，就赶紧滚！你们两个身子这么弱，最近少吃点水果，我就先拿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丽丽，你去屋里扫一眼，看看有没有落下什么。没有什么东西了。我记得上个月妈过生日，妈的。丽丽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妈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啊！再说了，现在都流行的金项链，我不忍心看你。好，我去拿。去。银行卡的密码是多少？要是不说实话，说不定我跟老伴儿的性命难保。徐丽生日990622。怎么样？里面多少钱？这老家伙果然在骗我们，卡里还有50万。你快跑！
闪开！竟然还有这么多钱！你看到了吧，丽丽，这老家伙呀，防着你呢。是的，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，他们就算有钱也不愿意给我。我再去，我就觉得自己带个跳梁小丑。没事儿，你还有我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老公待会儿就带你去吃好吃的，你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小公主。爸妈，事到如今，我也算是人生一定了，这套房子。买，老公都给你买，走。喂，我家遭入室抢劫了，房子和银行卡都被抢走了。我女儿和女婿原本就不满意我拿回家那2万块钱，于是就把钱要了回去。你看，这是当时我女儿推我时候留下的疤痕。真的是造孽！后来他们变本加厉，借着道歉的幌子上门，不顾我老伴儿的病情，拦着我不让我给他拿药。后来我不得已，只好把钱转给了他们，让他们拿走了房本儿。可是，我若是不告诉他们卡门妈，我手机里有他们的犯罪监控视频，能够证明他们。之前老伴儿去我女儿家照顾她，担心我一个人在家出了意外没人照顾，所以就在房间里安装了监控。他们2个狠狠辜负我和老伴儿，一心想要算计拿走我们的财产。就算他们注意到了，也笃定我们2个不敢报警，因为徐丽认为，毕竟她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嘿嘿，总算解决这件事儿了。现在我们吃完饭再回家吧，我想吃这家小龙虾很久了。好，老公现在就带你去，走。谁呀？走路不看路啊！张大强、徐丽对吧？我们接到立案诉求，你们2位现在因涉嫌一起入室抢劫案件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怎么可能入室抢劫呢？那你们手上房本怎么回事？这是我老丈人跟丈母娘送给我们的呀。报案的人林苏和徐玉。同志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，这2位可是我爸妈。是啊，我老婆徐丽可是他们俩唯一的女儿，这亲生骨肉。怎么可能因为一个房本就报案呢？这可笑了。是我妈报的案吧？不可能，他们要是报案，就说明他们不要你了，到时候谁给他们养老啊？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们不过是拿了点钱，你们怎么能做的这么无情啊？妈！
收到了。就差封本了，宝贝儿。以后你要怎么做，我都听你的。好。现在我们正在取保候审期间，如果这个案子进行下去，不只是我，你也要蹲大牢。怎么了？是不是爸妈后悔了，撤销案子了？到底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你自己看看吧。爸妈找了律师，给我们发了起诉书，要求我们把房子和车子全部退回去。凭什么？这是我的房子，我的车子，谁都别想拿走。大强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先把车子、房子还回去吧。等爸妈气消了，把案子撤了，说不定他会把东西还给我们的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还回去。一旦还回去，就真的再也要不回来了。大强，我们还年轻，还有赚钱的机会。想都不要想，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东西。这些怎么能是你的呢？这房子是爸妈买的，还有车子也是咱们结婚的时候我爸妈送我们的，这些都是我爸妈的呀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些都是你的东西，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嘛，没差别呀。不过丽丽，老公真的为你担心呐。担心什么？你想啊，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他们怎么舍得把你送进监狱呢？我猜啊，他们就是吓唬你，想让你把钱还回去。不可能啊，我爸妈从来不跟我开这样的玩笑。世上真的会有父母把自己的女儿送进监狱吗？要不这样，丽丽，你带着囡囡去回家求求爸妈，说不定他们看到囡囡就心软了。可是，哎呀，如果房子一旦被收回，咱俩都会被扫地出门的。老公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你和囡囡再受此苦。哎呀，老公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娘俩呀。行，我会先把囡囡带回去，但是房子和车子必须先还回去。大强，你放心，等我爸妈原谅我了，撤销案子之后，这些东西会还给我们的。好，听你的。妈，外婆。妈，律师通知函我收到了，房子和车子我都给您还回去，您能不能案子撤销了呀？大强他现在换了新工作，如果进去，我们这个小家就完了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松开！不，我不松开。妈，你就算不看在大强的面子上，你看我刚生完囡囡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如果进去的话，再出来我这辈子就完了。妈，你完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连我和你爸的死活都不管，现在让我照顾你的死活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妈，你就算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看囡囡她还小，你忍心吗？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原谅我吧。囡囡，快去跟外婆说，让外婆不要给爸爸妈妈送去坐牢，快啊！外婆，囡囡，快跟外婆说，说妈妈知道错了，让外婆原谅妈妈。你这孩子愣着干嘛呀？快说呀！外婆，妈妈知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妈妈？囡囡，外婆今天告诉你一个道理，这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的，这做了错事啊，就得承担结果，不是每一次都会有人给你兜底的。外婆，兜底是什么呀？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妈，
求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妈，你的心肠能不能不要这么硬啊？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她可是你的亲外孙女儿。你非要这么狠心吗？你是要看我们家破人亡才愿意吗？妈，你把车子房子要回去，这不是让你的外孙女儿流露街头吗？天哪，这不是上过电视的历史学家林老师吗？他怎么那么狠心呢？外孙女儿这么小，竟然让自己的女儿女婿去坐牢，连陪嫁都要回去，这是什么父母啊？家人们快来看啊！天底下竟然有这么狠心肠的母亲，主播也是活久见了。这女儿怕是他捡来的吧？建议查查血缘关系。妈，我知道你一直嫌弃我不是儿子，但是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呀。我之所以犯这么大的错，还不是因为你一直重男轻女。我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不容易，就想着你把家产分出来一点，这不也是人之常情吗？没想到你却因此报警，非要让我们坐牢，你这样做未免太狠心了吧？林老师，现在年轻人不容易，当父母的能帮衬的就帮衬一把吧。就是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留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不给子孙后代花，还留着自己逍遥快活。真是的，现在的老年人一点都不体谅年轻人。做人这么自私，还怎么为人父母的？好家伙，真是活久见！天啊，这是怎么当父母的？这母亲也太狠心了吧！妈就是好面子，这么些人看着，肯定会原谅我的。来，都睁大眼睛看看，好好看看他们夫妻的嘴脸。干嘛去？你爸他病了，我得去给他拿药。不许去，除非把银行卡的房本交出来。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，你让我去把药拿来，让他治了，我们再继续说。现在交出来，我现在就回屋给我爸拿药。不顾自己父亲的生命安危，来威胁我，让我交出房本和银行卡。若是这样的女婿和女儿都值得帮衬的话，那我祝你们也有这样的后代。天哪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白眼狼啊？他女儿她不是块叉烧吧？居然为了一个男人置自己父亲的性命于不顾。幸好她不是我女儿，否则我恨不得她在娘胎里的时候就掐死她。家人们，小红心给主播点起来。主播带你们去直面不孝女。我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不孝女，我也不是白眼狼，不是这样的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没脑子真可怕！他不会真的以为他男人真的还爱他吧？家人们，真正爱你的人是不惜所有给你一切的，而不是通过 PUA 来吸你的血的。太恐怖了！以后遇到这种疯狂的男呀，还是赶紧跑吧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们不应该骂我，你们应该骂他呀！我是他的女儿，他让我去坐牢，你们应该骂他，骂他重男轻女。我重男轻女？为什么在你结婚的时候给你那么多的陪嫁？在你孕晚期的时候，是谁没日没夜的照顾你？在你坐月子的时候，是谁短时短尿的伺候你？我照顾了囡囡3年，这几年你给过我几个钱？不是我自己在贴补你的家用吗？我真想把你的胸膛扒开看一看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又难受了，妈给你按按啊。妈，我不是有意要赶你回老家的，
是，那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下班之后可以接他放学的。我们吃好了，说吧。妈，我错了，我全都错了，我错的太离谱了。小丽，你原谅我吧。小丽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对你好，只是因为他以后还指望你给他养老。是这样吗？哎呀，小丽，你只是想让他把财产转移给你，他居然想让我们去坐牢。你想想，他这真的是对你好吗？可是，小丽，你清醒一点儿。可是这房子和车子确实是我妈买的，还有囡囡也是我妈一手带大的，不应该吗？什么叫应该？那可是林老师的钱，林老师给自己，那是林老师自己大方。就算林老师不给，那是林老师的自由。父母给儿女钱，这是天经地义。既然如此，你父母给了你多少钱呢？是啊，怎么不说话了？是给你多了还是给你少了？他家父母是农村人，他父母养他也不容易，一分没给，而且彩礼我跟我老伴也没有要。大强家里情况特殊嘛，我就太傻了！难道你爸妈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？姐，我不是独生女，我说句公道话。你爸妈这样真的挺爱你的了。如果他们真的爱我，就会把房子、车子都给我，而不是现在这样为难我。我也想承认他们爱我，但是你知道真正的重男轻女是什么样吗？我有一个弟弟，我爸妈只供我到高中毕业，就让我辍学打工，赚的钱全给家里面。那你弟弟呢？我弟弟大学还没毕业就给他买车买房，而我胃病住院就来2000块钱，他们都不肯给。什么？姐，我不敢结婚，就是怕遇到你老公这样的人，拿我父母重男轻女的点一直 PUA 我，让我给他当牛做马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你在害怕什么？姐，你要明白，真正的重男轻女绝对不是你妈妈这样的。你被你老公洗脑了，居然为了一个男人置自己父亲的性命于不顾。真正爱你的人是不惜所有给你一切的，而不是通过 PUA 来吸你的血的。他不会真的以为他男人真的还爱他吧？你被你老公洗脑了。小丽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？你好好想想啊！我那么爱你，那么喜欢你，你当时怀孕，你不上班没工作，不都是我在养着你、包容你吗？哥，到现在你还在 PUA 我，张大强，都怪你，把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我气死你！都怪你，我判决很快下来了，张达强主犯被判了10年，徐丽罪责相对较轻，被判了7年，房子车子退回到了我和老伴儿名下。各位观众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对话录。这位是我们的历史学家林苏，林小姐，请问您对历史这方面的回答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我依旧在录节目，第1期反响很好，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喜欢。自从经历上次手臂受伤的事情后，老伴儿就一直跟着我来录节目。我和老伴儿也商量过，以后无论谁先走，剩下的人都要好好过日子。如果真的到了动弹不了的那天，就去敬老院。老婆子，晚上想吃什么？来个丝瓜炒蛋，再来个鸡翅。医生说了，
你不能吃肉。医生说的是不能吃猪肉。你记错了，明明是所有的肉。是你记错了，老头子。记错了。你记错了。你记错了。你记错了。7年刑满后，徐丽起诉跟张达强离了婚。喂，别想着徐丽和达强离婚了，就没你们家什么事儿。我告诉你，囡囡的抚养权还在我们张家，你们想。谁打来电话呀？无关紧要的人，可能是打错电话了。哎呀，现在骚扰电话实在是太多了，一直打进来也不是办法。啊，对了，邻居跟我说过，好像手机上有个什么设置，点一下这电话就打不进来了。这怎么设置啊？我帮你看看。哎呀，不用啊，你跟我说，我自己设置就行。哦，你是怕我偷看你手机里的秘密啊？我又不看你聊天记录，就拿过来设置一下呀。行，给。好了没有啊？哎呦，快好了！这被你这么一说，你看又返回去了，我得重新找。你这自己找不到，还怪我？开门去！哎，出来了。7年前，他还没有这么多白头发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了也正常。这是早该离了。爸，我已经搬到咱们城市，还在咱们家附近租了套房子，就是想着你跟妈老了方便照顾你们。还在咱们家附近租了套房子，就是想着你跟妈老了方便照顾你们。我跟你妈现在过得挺好的。还不愿意原谅我吗？丽丽啊，虽然你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但是经历了7年前那一遭，我和你妈想了很多。你看，自从你结婚起，我和你妈就一直在替你操心，操心你的婚房、你的车子。后来你怀了孕，你妈又去照顾你。我们明明已经退休了，可是我们过的还不如退休前的日子。那段时间，我们好像忘记了一切，只知道围着你和你的孩子转。其实，抛开我们是你父母的身份，我们也是我们自己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也是。以后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，不要以为自己是从那个地方出来了就低人一等。我知道了。老头子，是谁呀？你怎么说？还记得7年前我怎么跟你说的吗？都听你的。好。徐丽回了本城工作，每天都会来我家门口下跪，求我和老伴儿原谅。妈，
我现在开始每个月都会固定往你卡里打3000块钱，之前都是我的错。我现在有工作了，也是时候承担你对我的养育之恩了。你想打就打吧，但至于要不要原谅他，我还没有想好。毕竟只有时间才能考验一切。